抗美援朝戰爭，志願軍一共殲敵 39.7 萬美軍，可美軍為什麼只認 5.4 萬呢？抗美援朝是新中國的第一次境外作戰，原本朝鮮半島打內戰跟我們的關係不大，可美國偏要插一槓子，不光把朝鮮人民軍打得節節敗退，還屢次騷擾我國邊境，警告無果後，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，保家衛國，仗是打贏了。可有一個問題也來了，在傷亡數字上，中美的統計差了足足34萬多人，美國只承認死了 5.4 萬人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其實这背後的原因可不止一個，一來雙方的統計口徑壓根兒就不一樣，我們統計的是毙傷敵 39.7 萬，這其中包括了美軍、韓軍以及其他聯合國軍，而美國只算美軍死亡，而且必須是美籍軍人。那些在戰場上賣命的韓籍、日裔、波多黎各裔士兵，在五角大樓的賬本上根本不算正牌美軍。二來，美軍對陣亡的定義嚴苛到近乎在摳字眼。按美軍規定，必須是在與敵人交火時當場斃命，或者傷重死在擔架上才能算陣亡，被炮彈震死、翻車摔死、凍死、餓死。失蹤後沒找着人，通通不算。為什麼卡得這麼死？因為陣亡撫恤金高得嚇人，要真按我們的統計口徑來發錢，美國財政部怕是要破產。第三，美國在朝鮮戰場上投入的本土兵力總共才50萬出頭，剩下的幾十萬全是韓軍和其他仆從軍。戰後美國只算自己人，韓軍的傷亡壓根兒不提，這不又是比糊塗賬嗎？當然還有最後一點，面子問題。美國那時候已經是世界老大，帶着10幾個小弟，拿着最先進的武器，結果被剛剛建國一窮二白的中國揍得灰頭土臉。要是公布的陣亡數字太高，那還怎麼在國際上混？所以 5.4 萬這個數字既是統計出來的，也是挑出來的。抗美援朝的勝利可不光是歼敵多少的問題，它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軍威，讓全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好惹，也惹不得。要是當年坐視不管，美軍的飞机大炮恐怕就要架在鸭绿江北岸了。